一提到服务器主板，可能大家脑海里蹦出来的都是这些东西，和我们常规能买到的主板在形状和大小上有很大的区别。那有没有可能把服务器主板做到 ITX 大小呢？但是服务器的海量扩展和迷你主机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，不会真的有厂商这么配合我们的主题吧？你还真别说，板厂中真有这么一个，它就是华擎。欢迎来到第3期无意义。自古华擎出腰板，这句话对玩 PC 硬件的朋友来说肯定不陌生。那是因为华擎出过太多奇奇怪怪的主板了，比如有22个 SATA 接口的 Z87 极限玩家，再比如能装笔记本 M.2M 显卡的 H110，再比如能装2代 CPU 的 P4 Combo。有很多主板在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，放在今天那也是相当的炸裂。而华擎还有一个绝活，就是把服务器和工作站的主板做进 ITX 的大小，从 C612 到 C621全是科技与狠活。同期还推出了工作站主板 X99和 X299的 ITX 版本，工程师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，属于是。而现在要给大家展示的是 C621的 ITX 主板。C621主板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，上一期视频也有提到，它是E5、E7时代之后的平台。不了解的可以去看一看上一期视频。拿到这个主板，可以看到 CPU 插槽占了整个主板30%的面积，明明支持6通道的内存，也只做了4根插槽。整个主板存储只有正面的一个 SATA、一个迷你 SAS HD 和背部2个 M2， 正面一条 PCIe 6的接口，可以说是和服务器的高扩展沾不了一点。没办法，就是玩。整个主板正面可谓是空间管理大师，没有太多空闲的地方，甚至为了节约空间，内存都是用的笔记本的 SODIMM 外形。要不是担心机箱同柱高度不够，我想至少还能再焊一个内存槽上去。既然咱都拿到手上了，不装机跑软件肯定是说不过去。CPU 随便拿一颗26和52线程的 Q2K， 散热器金钱豹家的3647 2U 款。内存为了迎合咱们的主题，选择了4根大家都不常见的 RGB 笔记本内存条，没想到吧，笔记本也有 RGB 条子。其他与本期视频关联不大。可扩展至强的 CPU 安装方式不同，需要先安装支架在 CPU 上，再把支架扣上散热器，最后一起装在主板上，按顺序拧紧4颗螺丝，就算安装完毕。好，然后我们开机。虽然用这个主板的人已经不在乎性价比了，应该也不会拿来做和服务器相关的任何事情，不过还是稍微看一下基本性能表现。R23中，因为 CPU 的主频只有全核 2.2， 多核只跑出了18540的分，单核714。Cinebench 2024全核1019分，单核45分。CPU-Z 单核366，多核8519。4通道内存读取写入65GB 上下。接下来我们再单考个 FPU。其实这张主板对我来说五味杂陈，一边觉得设计出来把 CPU 该有的48条通道浪费的只剩下了16条，内存6通道也只剩下了4个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我又很愿意看到 DIY 市场能有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配件，哪怕它对我来说只是玩了一次就失去了兴趣，永远的放在了展示架上。我也愿意为工程师的这份对 DIY 的热情买单。最近这些年，迫击炮、TUF 之类的主板已经让我审美疲劳了，感觉做主板就跟有公式一样，不肯比友商多迈出一步，也怕比友商落后一步，千篇一律，大同小异。当然，也不乏有像老袁这样的推动者和 ROG 这样的公司愿意去推动行业的发展。背插式主板也好 ，BTF 显卡也好，都在给 DIY 市场注入新鲜的血液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能做这些事的能力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加到推动者的行列中去。有人会不理解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呢？对呀，为什么呢？ I get to throw my weight behind framework in ways that you guys might not consider. 也许暂时你觉得它好像没什么作用啊，但是以后在某个时期，这个需求可能又被某种应用或者某种形态牵引出来。7年过去了，我终于实现并且量产了这个方案。可能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很感谢你能看到第3期。这个系列只会做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，如果你也同样感兴趣，那不胜荣幸。无论这个系列有无意义，都是我做内容的最大动力。
希望我们还能下次再见。